公司老板的儿子不小心进入恐怖游戏，成了 NPC。老板花重金聘请我，救他儿子回现实世界。老板，他要是不肯跟你走，你就色诱他。我儿子很纯情的，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。我看着眼前如狼似虎缠着我的男人，心中疑惑。老板，这就是你口中的纯情儿子？诡异降临，全球陷入危机。每隔一段时间，都有人类被拉进恐怖游戏。只有成功通关副本的玩家，才能活着回到现实世界。失败的玩家，除了死，还会沦为游戏 NPC， 永远沉沦在游戏内。所有人束手无策，只能该上班的上班，该摆烂的摆烂。但无一人不祈祷，下一个副本对象不是自己。很不幸，我是被选中的人，明日就要进入副本。但幸运的是，公司老板给我下达了任务。他唯一的儿子进入副本后回不来了，成了副本的 NPC。只要我能想办法带出他儿子，就给我1000万。1000万啊！按照我1个月4500的工资来算，我得不吃不喝185年才能赚到。我当场就和老板签下合同，不成功便成人。欢迎来到星辰号邮轮，狂欢派对副本即将开启。副本人数10人，副本等级 A 级，副本时间2天，副本通关条件活过2天。星辰号邮轮100年之后再次开启2天2夜的狂欢派对，此次受邀参加的客人们，请尽情享受美妙的时光。诡异降临后，副本一共分为6个等级，最低级为 C 级，其次 B 级、A 级、S 级、SS 级，最难的就是 SSS 级。A 级等级并不高，对于我这种新人来说，已经是有了逆天的运气。据说不少新人玩家直接被投入 SSS 级副本，刚进入没2分钟就死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睁开眼后环顾着四周的环境，也不知道老板的儿子在不在这个副本内。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都带不进副本，没有照片，全靠我脑子记着他的相貌。很帅，真的很帅，和我那个周扒皮一样的老板完全不像。什么破游轮，还要待2天？一道尖锐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我转过头，看着一个穿着精致的女生站在甲板上，她的手碰到栏杆，立马嫌弃地弹开，像是碰到什么脏东西似的。旁边一个男的讨好地围绕在她身边，琪琪，里面有凳子，我给你搬出来。你放心，这个副本有我在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叫琪琪的女孩子大概是个傲慢且娇生惯养的富家千金，她毫不掩饰嫌弃地瞥了一眼男子赵飞，离我远点，小心你的穷酸气沾到我身上。一个小小的 A 级副本，你装什么？赵飞并没有因为他的话而生气，而是继续卑微地伺候在他身边，活脱脱像一个旧社会的奴才。怎么说呢？颠公颠婆，很难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次副本是封建社会。大家不要掉以轻心，这个副本我之前听说过，虽然是 A 级副本，但是目前通关的人寥寥无几。据说最后一天才是硬仗，大家要不互相介绍一下？接下来咱们共同合作，一起走出副本。我先来，我叫钱竹，是一名房产销售，这是我第3次进入副本。难怪这么能说会道，原来是个卖房的。我看着这个自信的男子，大概还是一个销冠。10个人渐渐聚在一起，有钱竹这个老玩家出头，不少人开始介绍自己。首先是围绕在大小姐面前的男子赵飞，我叫赵飞，在传媒公司上班，这是我第2次进副本。这位是我们公司的老板的女儿沈琪，没想到还真是一个大小姐。沈琪扬着头，把傲慢写在脸上。沈琪，最大的传媒公司沈氏传媒就是我家的。我清晰地听见旁边的人倒吸一口凉气。沈氏传媒那可是全国最大的传媒公司，签约了不少影帝、影后、当红顶流爱豆以及各大网红。那这沈琪都不能叫大小姐，该叫小公主了。有了沈琪的开头，后面的介绍都黯然失色。我也降低存在感，隐藏在人群里。江松萝，普普通通的打工社畜，第1次进副本。经过介绍，我发现这次的玩家，新人和老玩家各占一半。10人介绍完后，默不作声地站在甲板上，无一人往屋内走。直到一个身穿黑色燕尾服、雪白衬衫、戴着白色手套男人出现。欢迎来到星辰号邮轮，各位尊贵的客人，我是星辰号邮轮的管家。大家接下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。男人举止优雅，只是说完之后又停顿片刻，露出神秘的笑容。这是大家的房卡，神秘礼物已经为大家准备好，请各位前往房间。今晚的晚宴18点准时开始，请务必不要迟到，否则会有想象不到的危险。所有人依次上前领取房卡。等到我时，我小心接过房卡，手在他的掌心停顿片刻，最后捏了捏他的手指。眼波流转之间，声音娇媚婉转，言语间带着一丝挑逗味。谢谢哥哥，你真好，还给我们准备礼物。我看见他的身形一顿，有点疑惑地看着我，周围人的眼神都带着怪异，仿佛在看傻子一般。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鬼怪们开启实时直播，弹幕疯狂刷屏。卧槽，这个玩家在干嘛？他是在勾引秦寻吗？他真的是饿了，秦寻都敢调戏，想给他准备奶酪喂，嘿嘿嘿，胆子真大，我赌他绝对第一个死。
要是死不了，我就再给副本打工100年。楼上的我已经截图，秦寻便是我们老板的儿子。见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认出来了。我听从大金主的话，采取色诱勾引的方式，绝对拿下秦寻，让他乖乖和我回去。那可是1000万，行走的1000万，长得那么帅，怎么样我都不亏啊。房卡拿到手，秦寻咻一下就消失了，有一种生怕我缠上他的感觉。鬼怪的直播依旧在继续，我怎么感觉秦寻被吓到了？第一次见他跑得那么快，有点意思。0102号房间，我感觉这个玩家有点惨，严重怀疑刚才秦寻是故意的。上次住0102号房间的人就是第一个死的。期待，我要继续追，这比 SSS 级副本更有意思。我握着房卡，0102号房间，其他人的房间都在3、4层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地下1层。游轮的电梯到不了地下1层，只能靠走楼梯。望着漆黑深不见底的楼梯，玩家们倒吸一口凉气。前竹意味不明地看着我，小江啊，你应该不会害怕吧？毕竟你刚才胆子那么大，大到敢调戏 NPC 了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点点头。怕啥？横竖不过一刀，死就死呗。这逼生活，除了那1000万有点盼头以外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我硬着头皮往地下1层走去，越往下走越安静。一段楼梯走完，转角过后就有了几盏昏暗的壁灯，大致能看清地下1层的情况。找到0102号房间，正准备开门的我突然停下动作，想起之前刷小视频看见的入住酒店注意事项，我鬼使神差的敲了3下房门。玄学上讲，敲3下门是告诉里面的妖魔鬼怪有人要进去了。果不其然，鬼怪直播就有人在讨论。这个玩家还挺有礼貌，但凡他直接开门，小红都得把他吃了。之前的玩家都被吓傻了，哪里记得要敲门？小红都准备开餐吃掉坏孩子了，结果人家是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。我趴在门上，竖起耳朵，听见里面没动静，才用房卡打开门。房间门是老旧的木门，推开有嘎吱作响的声音，似乎下一秒就会坏掉。沿着昏暗的灯光，我将房卡插入凹槽中。下一刻，房间的灯光亮起。我环顾四周，房间里只有一张1.5米的床和2个床头柜，厕所也很小，连干湿分离都没做，甚至还有一股难闻的霉味，应该是很久没住人了。我捏着鼻子，想要开窗通风，突然房间门砰的一声自动关上了。我下意识转过头看向房门，一片安静，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。大概是刚进副本，有点神经紧张了。我转回头想要继续去关窗户，突然一道红色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。我靠！我被吓得踉跄2步，直直摔倒在地上。我双手撑着地面往后爬了2步，只见一个穿着红色红衣，头发披在脸前，犹如贞子一般的东西一步步向我靠近。我靠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硬着头皮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美女，下午好。”红衣女鬼不讲话，一双没有瞳仁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那一瞬间，我汗毛竖立，想要原地去世。鬼怪直播间疯狂嘲讽，阴阳怪气。终于到了我最愿意看的部分。嘿嘿，小红又变好看了，好爱，好想娶她。楼上，你的口味有点重，红嫁女你都敢娶。眼瞅着红衣女鬼一步步地靠近我，我着急了，立马出声喊道：“姐，我可是你同事秦寻的未来老婆，不是嫂子，也算是弟妹。相逢即缘，咱们出去整一口小酒喝喝。”女鬼愣在原地，半晌过后突然伸直了头，一直披在脸前的头发随着她的动作往后垂了几分，露出一部分脸庞。她的脸庞惨白，瞳仁消失，但仔细看还是眉清目秀的。秦寻，他老婆？女鬼疑惑地歪着头，似乎在想这话的真实性。从她的表情中，我看出了一丝忌惮。难不成这女鬼怕秦寻？我稍稍松了一口气，拼命点头，没错，我俩都见过父母了。这次就是他爸爸让我来找他，商量我俩婚事的。为了这1000万，撒个小谎算什么？红衣女鬼似乎被唬住了，她转过头，嘴里嘟囔着：“结婚好啊，结婚就能白头到老了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”嘴里说着祝福的话，但是语气却充满着悲凉。我静静看着她穿墙而过，离开房间。随即，我靠着墙缓慢滑落，这条狗命算是暂时保住了。而那个鬼怪直播早已炸开了锅。我靠，小红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这么不给力？这小妞真能扯，居然敢说是秦寻的未来老婆。秦寻，你快看看她，有人在外造谣你。进副本的鬼怪又看不见咱们的直播，小红和秦寻当然不知道这小丫头在瞎扯淡。开庄了，开庄了！来赌江松罗能不能过副本？危机暂时解除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休息片刻后，我开始研究起房间里的东西。突然，我的眼睛被床头一封信件吸引。我好奇地捡起信封，展开信纸。尊敬的客人，欢迎来到星辰号邮轮，请在接下来3天遵守以下规则：1. 请和您的室友好好相处，不要拒绝他的请求；
2. 请勿在凌晨12点到早晨6点期间离开房间。3. 今晚的晚宴，请穿好晚礼服，否则将无法进入晚宴。4. 如有任何问题，请联系邮轮管家，管家电话81818181。祝您旅途愉快。室友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房间的玩家只有我一个人。信封上说的室友，该不会是刚才那个女鬼吧？不要拒绝她的请求，岂不是她要吃了我，我也不能拒绝。顿时，我感觉恐惧涌上心头，浑身起满鸡皮疙瘩。惹到我，她算是惹到棉花了。好在刚才那个女鬼被我骗走了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不过信封上写的晚礼服，我翻遍整个房间都没看见。没事，上面说了，有困难找管家。我拿起房间里的公共电话，拨通了管家的电话。几声铃声响起后，电话接通了。你好，星辰号邮轮管家服务，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到您？我捏着嗓子，矫揉造作地说道：秦寻哥哥，我的房间里没有晚礼服怎么办？你能帮我吗，哥哥？对面沉默了，迟迟不肯说话。难不成我老板教我的方法根本不管用？秦寻不吃这套。我继续捏着嗓子，疑惑地开口：哥哥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我的事情让你太为难了？秦寻的声音有些沙哑，没，尊敬的客人，请稍等片刻。话音刚落，他迫不及待地挂断电话。怎么的，我就有那么吓人吗？下一秒，敲门声响起。尊敬的客人，请开门，我是邮轮管家。我砰的一声从床上跳起。我行走的1000万来了。秦寻拿着纯白色的晚礼服出现在门口。客人，您的晚礼服。我靠在门框上，没有伸手去接，语气戏谑：是我的尺码吗？他还没反应过来，立马回复：尊贵的客人，这是为您量身定制的，尺码合适。我笑得灿烂，满脸狡猾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？难不成你亲手量过？秦寻这才反应过来，又被调戏了。我看着他正努力保持镇定，但是耳垂上那一抹淡淡的红色出卖了他略微慌乱的心。邮轮有记录每位客人的信息，会给尊贵的客人最好的服务。他红着耳朵，一本正经回复的样子，可爱极了。怕调戏过头，适得其反，我伸手接过晚礼服。秦寻松了一口气，想要立马逃离现场。我突然开口叫住他：我还能再找你吗？他停下脚步，眼神掠过波澜：邮轮管家，随时为您服务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内心充满好奇。我那周扒皮一样的老板是怎么生出这么帅、这么有礼貌的儿子的？该不会不是亲生的吧？换上晚礼服后，我掐着点赶到晚宴现场。此时有不少玩家聚集在晚宴现场，但是有2个人被阻挡在门外。凭什么不让我进？晚宴马上要开始了，快让我们进去！保镖拦住2位玩家，眼神冷漠：客人，没有穿着晚礼服和西装的客人禁止入内。2位玩家明显急了，按照恐怖游戏的尿性，这场晚宴要是进不去，怕是凶多吉少。任凭他们怎么吵闹，保镖都不肯放2人进来。眼瞅着马上8点了，其中1名男玩家想要硬闯，却被保镖直接拎着丢到了墙上。他艰难地爬起，满脸愤恨，大声吼道：不公平！凭什么他们有衣服，我们没有？这游戏不公平！沈氏小公主站在 C 位，一脸嫌弃地俯视着眼前的玩家。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领呢，还说要保护我，结果连件衣服都搞不到，真没用。我站在角落仔细一看，原来被拦在门外的男玩家是赵飞，另外一个女玩家实在没印象，不过好像是个新人。赵飞扶着墙想要站起身，艰难地朝着沈琪喊道：沈小姐，救救我！沈琪踩着高跟鞋远去，连个眼神都懒得施舍给他。我才懒得多管闲事，而且也来不及了。3秒后，古老的钟声响起，8点了。门口传来2声爆炸声，砰砰，是赵飞和新玩家，他们当场原地爆炸，炸得血肉模糊。保镖的脸上沾满血渍，但依旧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。人群中，胆小的新玩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：啊！杀人了！沈琪不耐烦地怒吼：闭嘴！吵死了！话音一落，新玩家立马闭了嘴，只是都惊魂未定地看着门口的景象。当时为了能看清门口的景象，我离得最近，裙角沾满了2人的血渍，隐隐约约还能看见一些残肉。我嫌弃地抖抖裙摆，把残肉抖掉。妈的，真脏！好好一条裙子就这么毁了，这可是秦寻送我的第一份礼物，就这么被糟蹋了。我有些不开心地往后退了几步，害怕血渍再次溅到衣服上。灯光暗了，秦寻的声音突然响起：尊贵的客人，请入座，晚宴即将开始。还是那套黑色的西装，衬着他肩宽窄腰腿长，每一寸肌肤都长在我的审美点上。晚宴现场放着一张长长的餐桌，剩下的7位玩家与我面面相觑，犹豫着坐哪儿。我快步向前，挑了一个离秦寻最近的位置。秦寻哥哥，我能坐这儿吗？秦寻瞥了我一眼，抿了抿嘴唇。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他的眼神分明在说：你都坐下来了，还需要问我？我毫不客气地将凳子往他身边移了几分。鬼怪直播又一次炸开了锅。他怎么回事？这个江松罗就不是一个正常人，你们没有看见他刚才的眼神吗？
人在他面前炸开了，都不害怕。我们家小寻寻都快被吓傻了。我刚来，发生了什么？这女的好彪悍，我喜欢。楼上的口味真重。其实江松罗挺漂亮的，而且胆子也没那么小。她可能真的能通关，通不通关我不知道，但她绝对是个异类。其他人看见 NPC 都吓得半死，她居然还有闲情去聊副本大 boss， 只能说牛。我不知道直播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秦寻就是这个副本大 boss。我还以为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NPC 管家。见我安然无恙地坐下，其他人也陆续选好了位置，依次坐下。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沈琪。说实话，他除了偶尔有点狗眼看人低外，没多大缺点。就刚才那画面，一般的新人玩家都吓破了胆，只有他轻微的皱着眉，让身边的人闭上嘴。不得不说，倒是让我有点意外。所有玩家入座后，周围突然响起诡异的音乐声，放出无数幽灵在哭泣，让人毛骨悚然。秦寻的嘴角咧到常人无法到达的弧度，笑得诡异又恐怖。上菜，一道道难以言喻的菜品被端到餐桌上，盘子里是猩红一片的泥状物质，泛着浓烈腥臭味，让人胃里翻江倒海。其中几位玩家实在没忍住，扶着椅子转过身吐了起来。哦，好恶心，这什么东西？我强忍着恶心，不动声色将盘子往旁边推了几分。秦寻的声音变得低沉阴冷，周围散发着黑气，完全没有了之前优雅和善的感觉。此时的他犹如深渊中的恶鬼，让人恐惧。尊贵的客人们，星辰号邮轮每一种食物都来之不易，不允许浪费，请各位客人细细品尝，吃不完的会受到邮轮的惩罚哦。我的脸顿时一黑，就眼前这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做成的黑暗料理，也能称之为食物？刚才没进来晚宴的玩家的下场还历历在目，所有人即使再不愿，也拿起勺子往嘴边送。做销售的钱竹舀起一勺盘里东西，那坨猩红色的肉糜还在蠕动。他的手都在抖，却逼着自己给大家做心理建设，大家别愣着了，这盘东西没多少，几勺就吃完了，不想死的就赶紧吃。说完，他一狠心，挖了一大勺肉糜往嘴里送去。霎时间，钱竹的脸色变得扭曲，嘴里的东西迟迟不肯吞下。一时之间，所有人都紧张地停下动作，看着钱竹，直到他艰难地吞下肉糜，忍不住干呕。我没事，还能继续。我佩服的默默在心里给他鼓掌，狠人，真的是狠人。为了活，什么都敢做。见钱竹没事，其他6位玩家也开始解决盘子里的肉糜，场面那叫一个恶心，保准你看完根本不想吃饭，月瘦20斤不是梦。有2个玩家刚吃一口，就忍不住扶着桌角狂吐。哦，不行，我真的吃不下。沈琪拿着勺子迟迟不肯下嘴，皱着眉头说，不是说 A 级副本没那么难吗？怎么会有那么恶心的东西？难怪之前的老玩家说，这个副本虽然是 A 级，通过的人却寥寥无几。副本不难，但着实恶心。我看着眼前的肉糜，实在下不了口。桌子下，我的脚悄悄攀上秦寻的小腿，一路往上，享受着他慢慢僵硬的身体。上半身不经意间往他身边倾倒，用2个人才能听见的声音悄悄说，秦寻哥哥，我想吃你盘子里的东西，可以吗？秦寻面前放着的是场上唯一一盘水果，也是我看着唯一能吃的东西。秦寻没有说话，只是神情渐渐变样。我一咬牙，继续加把火，桌下的手悄悄摸上他的腹肌，不可以的话，那吃哥哥的其他东西可以吗？这句话的暗示，任何一个男人都能听懂，秦寻也不例外。他飞快地将果盘和那盘肉糜换了位置，神色复杂，吃吧。众人停下动作，吃惊地望着我。我听见有人嘀咕，凭啥他能换水果，我就要吃这么恶心的玩意？凭什么？嘿嘿，凭我厚脸皮呀！果盘不大，我3-2口解决了。周围的大部分人也解决了肉糜。下一秒，又是2声爆炸响起，溅得所有人满身都是血。是刚才趴在桌角吐的玩家。秦寻冷漠的声音从耳边响起，浪费食物是要接受惩罚的哦。剩下的玩家暗自庆幸，幸好没吐，要不然也得死。晚宴即将结束，尊贵的客人请早点回房间休息。话音一落，秦寻迫不及待地离开现场。我越发觉得秦寻在躲我。你叫江松罗？沈琪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脸上带着审视。我的行为早就引起玩家的注意了，没办法，为了我的1000万。他的声音不小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我，有疑惑的，有好奇的，也有厌恶的。我点点头，有事吗？他一笑，有些好奇地问我，你认识那个管家？他叫秦寻。我摇摇头，一本正经地撒谎，不认识啊，第一次见。那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？你们房间里没有线索吗？我是看见房间里的提示才知道他叫秦寻的。我一脸茫然，反正大家都是第一次玩这个副本，什么线索？全靠我胡编乱造。果然，他们被我唬住了，默默地开始思考。钱竹，这才第1天就死了4个人，咱们剩下的6个人一定要好好合作，要不然真的会出不去。合作吗？
那是不可能的。来副本前，老板为了我能活久一点，能带出他的儿子，专门给我科普了副本的一些注意事项。其中一条就是不要相信玩家的合作，人性经不住考验。但是作为新玩家，我只能顺势点点头，我觉得你的提议不错。不过现在已经挺晚了，要不然咱们先回去睡觉，明天再讨论吧。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晚宴，大家早已脱力，立马同意了我的提议，回到0102号房间。我脱下了沾满污秽的晚礼服，冲进浴室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。还好，这破副本的设施还是齐全的。换上我原本干净的衣服，打开浴室门的一瞬间，那女鬼再一次毫无征兆地出现在门口。她周身散发着浓郁的黑气，声音幽怨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把我吞入腹中。你不是说你是秦寻的老婆吗？为什么还会在这儿？我住在这儿啊。新婚夫妇为什么分房睡？他这么一说，我直接哽咽，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我快速转动我灵活的脑子，一脸娇羞。我还没和他结婚呢，只是未婚妻，我有点害羞。他的声音尖锐又刺耳，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？不行，你今晚要是睡在这儿，就是骗我的。我委屈巴巴，仿佛就要哭出来一般。我没有骗你，其实是这次客人太多，秦寻都没空搭理我，连房间号都没告诉我，我这才沦落到孤单一人。大概同样是孤单一人的原因，他居然开始体谅我。别难过，他的房间在18层1801号，你去找他吧。女鬼一挥手，将我甩飞出门，啪的一声把我关在门外。此时是晚上11点50，距离12点只有10分钟。天杀的，自从看了4人在我眼前爆炸，我对游戏的一些规则那叫一个遵守。1801号，我不敢耽误，飞快朝电梯跑去。好在现在时间比较晚，电梯也空无一人，我安全抵达18层。18层只有一个房间，特别好找。我直接敲响1801号的房间门，没过多久，房间门被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上半身没穿衣服的秦寻。我眼前一亮，立马扑进秦寻怀里，哥哥，马上12点了，收留我吧，我无家可归了。诡异直播间的弹幕突然打起了问号。啊，妈妈，我要长针眼了，我要换频道。换频道？这不是少儿频道。楼上的，镇定点。秦寻的房间早就被屏蔽了，等会儿咱们什么都看不见。你还别说，我挺想看的。这算什么？恐怖游戏变成乙游？我也想摸摸秦寻哥哥的腹肌，呜呜，吸溜吸溜。我顺手将门关上。还好，12点前进房间了。江松罗，你放手，别摸了。他抓着我摸腹肌的手，将我扯开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不应该呀，我都没和秦寻说过我的名字。秦寻脸上飞满火烧云，有些慌乱地偏过头。之前在我爸的公司见过你一面，我对这件事毫无印象，只是忍不住调侃，见一面就能记住我的名字，你该不会早就喜欢我了吧？他像是被戳破了心事，低下双眸，最后破罐破摔，不可以吗？我的神情有那么一瞬间的惊愕，真的呀？他咬牙切齿，要是不喜欢你，我哪里会帮你那么多次？确实，又是送完礼服，又是换果盘，他真的，我哭死。但我嘴硬，随即反驳道，那你还给我安排那么恐怖的房间和室友？秦寻皱眉，有些无可奈何，房间是副本自动安排的，我不能干预。而且小红人挺好的。小红？就是你那个室友，小红很可怜的。她生于晚清，见证了国家动荡。她的未婚夫流洋海外，却给她寄来一纸退婚书，将她贬得一文不值，批判她是旧社会的毒瘤。她不相信未婚夫会抛弃她，独自一人踏上了去彼岸的游轮，却没想到游轮最终沉船了。你如果仔细看，还能看见那所谓的3寸金莲。小红被家人逼着裹了小脚，每走一步都是痛苦。你能想象她是怎么走上游轮，每天是如何盼望见到未婚夫的吗？唉，她和我一样是个可怜人。我疑惑地抬起头，你哪里可怜了？前面的话我沉默，后面的话我疑惑。他家那么大的上市公司，又是家里的独生子，有钱有颜，哪里可怜了？只见秦寻可怜巴巴地拉着我的手指，我喜欢的人那么迟才来找我，我好可怜。他这是在点我吗？我都忘记什么时候见过你了，你以前也没说过你喜欢我呀。秦寻偷偷抬起头瞧了我一眼，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又害羞地将头埋下。我不敢，我爸说你喜欢成熟稳重的，不喜欢我这种年纪小的弟弟。好家伙，我突然闻到阴谋的味道，难怪老板会派我来找他的儿子，感情早就知道他儿子喜欢我。胜券在握，我起了调戏他的心。我轻轻挑起秦寻的下巴，声音蛊惑，你爸说错了，我喜欢长得帅的，更喜欢有钱的。他亮晶晶的眼睛像是混入胶水，紧紧粘在我身上。姐姐，我可以吗？你爸给了我1000万，让我勾引你，带你出去。我没有隐瞒，我长嘴了，直接把真相告诉他。他眨巴着眼睛看着我，满眼写着期待。那姐姐该怎么勾引我？我能期待一下吗？这一刻，我发现他才是勾人的狐狸。我不受控制地坐上他的腿，双手圈住他的脖子，唇瓣轻轻一碰，好软。一时之间，秦寻像猎豹一般将我扑倒，
揉入腹中。进行到一半，看着如狼似虎缠着我的秦寻，我忍不住在心里骂无良老板。说好的，这就是你口中的纯情儿子。一夜荒唐，天蒙蒙亮时，我喉咙都哑了。秦寻搂过我的肩膀，我生气地转过身，背对着他。哼，我是收了你爸的钱才来勾引你的，才不是喜欢你。我最喜欢的还是钱。秦寻将他的头靠在我的脖颈处，温柔地安抚我。没事，我有钱。我在京市有套房，在海湾别墅区13栋，送你了。主卧有个保险箱，里面的钱、金条还有银行卡都给你了，密码都是你的生日。我咽了咽口水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？这些值多少钱？员工资料里有你的生日。别墅值个10几个亿，金条、现金、银行卡那些也就7、8千万吧。我直接抱着秦寻喊：老公，我爱你。没有什么比金钱更有安全感了。秦寻一脸骄傲，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是事。你放心，这些都是我的私房钱，我爸不知道，你安心花就好。一夜变富婆，辞职，回去必须辞职。凌晨不知几点，我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再次醒来，秦寻已经离开房间。我穿好散落在地上的衣物，在床头柜发现了一封信。尊贵的客人，恭喜你成功存活1天，最后1天将是最为艰难的1天，请客人小心行事。狂欢派对最后1天，请在天黑之前找到藏身之处，躲避小红的追杀。信里只有短短的2句话。小红的追杀，看来重头戏才开始。我打开房门，18层寂静无声。我按下电梯，到了昨天大家来的1层。幸存的玩家都聚集在1层。钱竹看见我就忍不住发问：江松罗，你去哪儿了？睡觉啊，我刚睡醒。钱竹一脸不信，这都下午5点了，你怎么可能睡那么迟？我看了一眼闹钟，好家伙，真5点了。只能说秦寻太厉害了，把我的体力消耗光了。我懒得和他争论，你爱信不信。钱竹作为老玩家，这2天充当起带头老大，除了沈琦，几乎没人敢反驳他的话。我一个新玩家，当众不给他面子，把他气得半死。你……他正要开口教训我，申屠旁的人拉住他。好了好了，钱哥别和不懂事的新人计较了，咱们快看看该怎么过这最后1天吧。钱竹仰起头，一脸自豪，没事，有我在，这一关不难。信上说了，找好藏身之处就行，大家趁天黑之前躲好就行。马上就天黑了，该怎么办？而且这小红又是谁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躲房间里去。作为唯一一个知道小红身世的玩家，我才懒得告诉他们。见他们散开，我也识趣地回到18层。一打开门就被秦寻抱了个满怀。去哪儿了？我就出去给你找个吃的，就发现你不见了。看着他担心的模样，说不心动都是假的。我抱着他的腰，轻声撒娇，出去逛逛，没事的。我好饿，你给我准备什么吃的了？秦寻指着桌上的东西，1天没吃了，给你备了一点清淡的粥。粥是青菜肉丝粥，昨天一整天就吃了点水果，现在1碗粥下肚，整个胃里都暖暖的。秦寻坐在我的对面，眼神还是担忧。今夜是小红回魂夜，他会发狂，除了18层，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。我放下勺子，抬眸看着他，都得死吗？他点点头，到底是活人，还有些不忍，没有办法，这就是规则。除非让小红见到他的未婚夫，否则毫无办法。我被气笑了，这都过去100年了，他那该死的未婚夫早就死了，怎么可能见到？啊！突然，窗户外传来一声尖叫。我站起身，打开窗户，往下看，是钱竹。只见楼下的他，半个身子探出窗外，一袭长长的头发缠绕在他的脖子上。他也看见了我，伸出手，艰难地朝我开口：救我！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脖子上的长发一用力，他整个头都被绞落。我闭上了眼，沉默地关上窗户。秦寻，你跟我回去吗？这里充满厮杀和血腥，我难以想象秦寻整天待在副本里，他的心智是否会受到影响。秦寻摇摇头，苦笑道：松罗，我出不去的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我紧张地拉着他的衣袖询问。自从诡异降临后，一切都变得不可控。我除了保留着现实中的记忆外，已经忘记所有副本记忆了。他的手攀上我的脸颊，温柔地抚摸。所有被困在副本里的人都会自动成为副本的 NPC。一旦这个副本结束，副本里发生的事情都会被自动清零。也就是说，我和你在副本发生的事情，我也会忘记。我不可置信地摇摇头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秦寻，你要是敢忘记，我非扒了你的皮。秦寻没有说话，一脸无奈地抱着我躺回床上。我任由他将我圈在他的范围内。我出不去了，江松罗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只要是我在的副本，我一定会护着你。江松罗，即使我丢了这个副本的记忆，我也不会忘记你的。我喜欢你那么久，不会变的。记得第一次见你，是你来家里给我爸送文件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是我开的门，结果你还把我忘了。江松罗，我爱你。再让我抱抱吧，时间不多了。我沉默地抱住他的手臂，即使这次找不到救他的方法，下次、下下次我一定会找到。秦寻，你等着我。
这一夜的厮杀没有停过。天亮后，秦寻已经消失，整个房间除了我，空无一人。我打开房间门，想要寻找他，却惊讶地发现沈琪满身伤痕地躺在门口。他抬头看向我，笑得狡猾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你和那个 NPC 认识。这个18层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没想到他才是最聪明的一个，是最后的赢家。我的目光看向黑暗中，秦寻站在不远处，他张了张嘴，还是没有说话。我知道的，他出不去了。我一笑，对着口型，等我来见你。恭喜玩家江松萝、沈琪成功通关 A 级副本狂欢派对，下一个副本请继续加油。